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我是你们的酒仙小姐姐菲菲，我们的老朋友了 Tyson 哥。大家好。今天呢，准备做一个小爆款，就是那个 Tiffany Blue。大家都知道我在说什么吗？就是酒里面超级无敌养眼的一个瓶子，就是我们的 Book Lady。但是你知道做这期视频之前，我看了一下资料，我才知道这两款酒的名字原来是不一样的，不一样，而且也都不是 Book Lady。其实属于它品牌里面的不同的产品线。然后它还有一个产品线，就是另外的一个 Outmore， 就是我的最爱的一款，就是实在不好意思买不到，只剩空瓶，喝完了，连瓶子都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反正这就是一个空瓶子了。那我们今天呢，就只测评一下、盲品一下它的两个经典款，一个是 Classic Lady， 还有另外一个呢就是 Port Charlotte， 就这两款酒。好了，我们话不多说，我们先尝一尝吧。从这边开始。这一股什么味道？糖，蜂蜜。刚才我在尝这款酒之前 ，Tyson 哥说今天我们在喝一款日本威士忌嘛？为什么两个颜色？很浅，这个颜色特别的浅，特别的浅。它是有一点点类似于菊花的味道。广东人饮茶的那个菊花茶，菊花茶，然后还得加了那种冰糖菊花茶的那个味道，小清新的一款酒。就花香会比较重一点。这个我觉得女生肯定喜欢，因为它烈。我觉得还好。我觉得烈。你觉得太辣了？有点辣。太辣口了。这个酒有点辣口。是有一点点辣，但是我觉得入口的那一下的那个甜美还是挺好的，就有点，就它那甜美包括它果香跟花香，然后就有点短，整个到后面结尾是属于那种干净的结尾，就没有很多尾感，有点苦，就是它的辣后面就停得有点干净嘛，然后后面就全部都是酒精的感觉，就有点辣口，确实有点辣，是吧？他都觉得辣口了，那说明他也不是。它是入口的时候不会，它是你就是说咽下去之后，然后就那个整个的那个酒精感在嘴里面就一直充盈在那里。不怎么喜欢，我只喜欢它的颜色。好，我们来尝第二款。就有点太短了，有点太短。作为一款没有泥煤的来说，就是有点普通，挺普通的。好泥煤。这是泥煤吗？这是烟熏吗？这是泥煤，这是泥煤，就消毒水啊，什么泼马路的那个柏油啊，那个味道，沥青的味道。那而且会有那种海盐，对。绝对可以无缝连接阿贝，但它后面好像比阿贝要甜一点。它入口其实就挺甜的。其实有点像这一款酒加了个泥煤味进去，好做作的泥煤味啊，有点像这个基本款加了一个泥煤味进去，没有给我一些其他的，就是说例如它的爆发感也好，包括它的层次的变化感，然后很短，就那个味道基本上都是集中在前面的1秒钟2秒钟，然后后面就断掉了，就没了。但是它的泥煤味盖掉了它的那个酒精感。对，通常有我也发现了，通常一有泥煤味的味道出来之后，酒精感我们就会忘记。它会把。但其实这个酒精感后面，我现在觉得有点。而且它不是辣口腔，它有点辣喉咙。就我喉咙这里现在这一块是热的。刚才喝这个的时候是口腔的，那口腔是有点发汗。被辣到。对，这个现在是在这里在发汗。反正现在是本来手脚冰凉，现在都已经热了。你会推荐哪一个？这个无泥煤？2个我都不推荐。这2个我也不想推荐。对，2个我都不大推荐。我们其实，在泥煤味里面，我觉得可以找到很多比它好喝的。然后你又只是说花果香气的这种轻盈的。Glen Grant，可能比它还淡一点。但是它好喝。它是好喝，它入口很舒服。
然后而且如果要慢慢品的话，其实它有层次变化。我们这期视频就这样要结束了吗？赶紧请导演把酒帮我们拿放上来。好了，我们来介绍一下这2款我们不推荐酒的价钱哦。两瓶酒。这样会得罪那个人工啊。还没有说背景，这2瓶酒大概都是60到70美金的样子。其实之前我还没有买这瓶酒的时候，我都是在超市里面看到。但是他们这个是真好喝。推荐这个，对，推荐这个大家看清楚，认准这个 Almor。这款酒贵啊，这款酒要300多，而且后面要炒到500-600。刚出来的时候基本上是200多了。200多，然后慢慢炒。对，一般要炒到300多、400多这样。我们俩在干什么？今天介绍这2款酒，然后再不让。好啦，其实 Bruichladdich 呢，之前我曾经有请过，就是他的品牌商的一个经理过来有给我们有做一期视频，但是可能是那个人他一直在讲他们品牌的好，害得我都不敢说实话。所以呢，今天我们只是说这个酒挺适合送礼的，就是它很好看。这个我觉得小女孩都会挺喜欢。对，女孩子可能喝这个，我觉得可能会觉得有点烈，但是这个 Bruichladdich 呢，它其实是在苏格兰一个很老的酒厂，而且它的就是它现在被人头马收购，也就是说。大家看，路易威登下面有轩尼诗，然后有格兰杰，我是说威士忌，威士忌，路易威登只有格兰杰。那人头马呢，作为一个白兰地的品牌呢，它现在收购了，它也开始参足威士忌这杯羹，它来收购了这个 Bruichladdich 这个品牌。那后面有一个人头马做后背，这个坚强的后盾。其实这个酒厂它是也是有好酒的，有好酒。它的那个什么 Yellow Submarine， 我昨天看 Yellow Submarine 有便宜的那个黄色的，有60多块钱的 Yellow Submarine，咱们手里是一个20多年的一个 Yellow Submarine， 那个我就很期待了。那个就是无泥美味的，看看有机会一定要尝一下那个黄色潜水艇，那个我就很期待。但是这2款酒怎么说呢？算是入门款吧。就是入门。说到你觉得这个 Bruichladdich 的特点是什么？除了好看，在我眼里这只有好看。它的特点，其实他们酒厂一直在所推的特点就是他们用的基本上100%的那个苏格兰大麦，他们不会用外地的。因为其实现在苏格兰很多酒厂，他们就是说，因为毕竟那个产量是有限的，所以他们会从外地去采购一些那个大麦回来。那像他们的话，他们会基本上他们会只采用苏格兰里面的，就100%采用苏格兰里面的。然后呢，他还更甚的，他是会去跟他那个艾雷岛里面的一些那个农场，他会去合作，跟人家签订合同，然后他从这些农场里面去把这些大麦收购回来，然后去做他们的一些限量版。而且他们很多就是说在那些限量版里面，你基本上这一瓶酒是从哪个农场里面出来的，他都会标明。我也发现他特别喜欢写东西。对。我昨天看了一下他们家的网站，看了一眼我就不再看下去了。花里胡哨的一个网站，就是全都是字啊、图呀，而且是那种各种宣传，就是各种宣传。我的天，感觉进入了 LV 的一个非常不低调的品牌。你看那些其他的品牌都很低调，2行字没了。你再看这个品牌，大家有机会一定要去看一下它的那个官网。我的天，根本就看不懂。而你再看这个瓶子，就是它能所写的东西，它全都写上了。生怕你不知道，生怕你不知道它的品牌背景和什么，它出自艾雷岛，而且是6年的耶。然后它包括你看我们是看到了，它这里有写了艾雷的那个 barley， 对，它用的是艾雷，这一款是用的艾雷岛的它那个大麦的。这个瓶子它其实我觉得它玻璃的还是它每一款出来它的那个设计都设计的特别好，都很漂亮，包括那个奥特曼其实设计的很漂亮，也很帅。那个星图，它这个都是这叫什么凸印的这种玻璃。
我们俩在干什么呀？实在久没的可以说了，都已经该讲名字了。好了，今天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如果大家想要尝试这个品牌的话呢，也不是不行，就是可以了。我觉得做中文还 OK， 可以去试一下。然后，但是就是说，如果你是对于酒的那个味道层次有更高追求的话，那可能可以直接跳过这一些，直接去看它的那个 Ardmore，或者是直接看它的新图，那两个是真的好喝。就是你别看那两个贵，但是那两个是值得喝的。这个就有点像一个花瓶一样，只好看不好喝。我曾经买之前，我还问那个卖酒的那个老外，那老外说的啊，很多人买这个酒呀。可能就因为它包装漂亮，气死了，真的。它的包装漂亮，然后而且价格不贵啊，免税店也很多。对啊，拿来送人挺好看的，你知道吗？拿来如果是做伴手礼之类的，我觉得还挺漂亮。但是悄悄的告诉你们，真正喝酒的人，请不要买这款酒。好，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视频，记得给我们点赞关注哟。如果大家有什么想让我们帮大家尝的酒，记得给我留言。我们下次见喽，拜拜。拜拜。